此生必驾318啊！这台呢是蓝图 Free， 我觉得这台车可能起初跟318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啊，因为如果我们要去选择一台车去自驾318的话，那大家应该能想到的就是一些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了。以前我觉得蓝图 Free 呢，它是走运动的路线的，因为我第一次试驾它呢是在一个废弃的机场上面，可以把它开到很快的时速，可以去感受它的一个运动性能。那么在运动这一块，它其实是有不错的一个底子的。怎么突然去318了呢？像蓝图 Free， 我觉得上市之后呢，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。车呢，其实从产品力上来讲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啊，在同级别中。然后呢，它也在不停的去升级、去换代。那么外观，我觉得那真的是比以前要好看太多了啊！这张前脸其实是很运动的，包括这个轮毂也很运动，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卡钳。那么想要去318有哪些先前条件呢？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呢，就是这辆车的动力性能要足够强大，而且要满油满电的下，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综合的续航能力。那么这台车如果把它充满电加满油的话呢，它有1458公里的一个综合续航的能力。因为这台车它现在如果你买它一个2驱的版本的话呢，它的电池的容量是增加了啊，增加到了43度。那其实43度相当于一种 A0 级别的一个纯电车电池能量的一个水平了，它们也可以跑300-400公里的一个纯电。那么放在这么大一台车上呢，它可以跑318公里，刚好也是这辆车318的名字的一个来源。如果你买它4驱版本的车型的话呢，它纯电只有200多公里的续航，但对于这个尺寸的车，包括这个电池容量的，我觉得也是相当够用的一种水平。那么它在馈电情况下呢，它的综合油耗也是可以做到6升多的一个水平。所以这辆车你哪怕去加油，对于它的一个能耗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低。然后它的充电口呢是支持3.5千瓦的一个外放电功能的。那么你在户外露营、煮火锅干什么，你用这个充电口来放电呢，都会很方便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充电口呢是只能通过车厢里面去开启的。如果我把它关上，直接摁是摁不开的啊。其实我觉得在用的便利度上可能不是特别的好。另外它的空气悬架呢，现在我把它升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，它上下可以调整100毫米，所以它对于路况来讲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高速巡航的状态，你可以把它降低；如果说走一些不好的路段呢，就把它升高，所以它不怎么挑路。那么原配的米其林皓月4的一个轮胎呢，也可以保证它有一个不错的静音能力，包括一个抓地力和一个雨天的一个表现，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。第二点呢，我觉得是这辆车要足够安全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318的路况呢是非常险峻的，这辆车主被动的安全配置呢，其实都配得比较齐全的一个状态，包括车身有很多热成型钢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么这辆车有多安全呢？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它这个车顶呢，它的顶压是可以达到10吨的。什么概念呢？就4台蓝图 Free 叠在上面，那它的车顶依旧是不会变形的。它前部的一个溃缩空间呢是做到了600多毫米，后面呢是接近700毫米的一个空间，所以它从顶部包括前后侧都是给你做了很多安全方面的考量的。那第三点呢，我觉得一辆车一定要能装，因为可能我们会住在车上啊，也有可能我会带很多行李，那么对于它的一个行李箱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那么现在的情况下，它整体的一个尾箱空间呢是做的相当规整的，里面有一个120瓦12伏的一个电源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它有560升的一个后备箱空间。如果把后排座椅放倒的话呢，它有1450升的行李空间，所以它的空间运用的灵活度啊，其实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高的一个状态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车里面。OK， 来到车厢里面呢，真的香啊！我说的香啊，是我真正闻到的那种香。它是带一个香氛系统的，里面有3种味道可以让你去选，而且它对于这种浓度的释放，相对来说是我试过的车里面比较高的，所以喜欢车里香香的朋友啊，
我觉得这台车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。大部分车可能我觉得那种香味的浓度呢，可能只占这台车的一半，但是它是支持低、中、高可以让你去选，然后它也可以去选择释放的时长啊。因为我估计换滤芯的话，如果你调的比较高，会频繁一些。那么它这张座椅给我的感觉也很好啊，就是跟原来的不一样了。首先材质上面它采用的那个阿坎塔拉的一个翻毛皮材质，然后颜色呢也是灰绿色的一个颜色，它还是给你配备了座椅通风、加热、按摩，它按摩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一种。整个车厢氛围它的感觉营造的是比较好，包括它也是给你配了这种氛围灯。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杯架，你不用的时候可以给它摁下去。那当然这个无线充电的面板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凸起来的一个配置。我这手机比较小，所以放在这里呢，它会这样，它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晃动，当然它不会从这个上面掉出来啊，只是说会动。那么如果我开的比较激进的话呢，我觉得我的手机可能在上面跳舞会跳的比较精彩一些。那储物空间方面，中央扶手箱我整个手臂都可以放进去，底下做了一个巨大的掏空。它这个仪表台的设计，我觉得从它刚开始出来到现在啊，都是让你眼前一亮的一个东西。屏幕包括整个中控台它都可以进行一个升降，那这个也是这辆车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。到今天好像也没有哪台车跟它有一样的设计，它也保留了很多实体的按键，所以这种传统品牌它去做一些新能源车，依旧可以让你在很多必要的功能上用的比较的舒服。 OK， 我们去看一下后排。那来到后排呢，它其实整个承重空间呢，相对来说啊，做的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那种，它不算特别的宽裕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日常使用基本上都可以做的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。它的后排座椅呢是没有办法去调节它这个靠背的一个角度的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啊。去318嘛，万一后排坐着你的家人，你可能希望他坐的舒服一点，当然他能给你舒服的地方也完全是给到位了啊。你看原厂给你做了这个靠枕啊，你的腰不再累，然后头枕也是给你配备了。那座椅其实坐起来的舒适度，后排我觉得也是做的挺好的啊。整个坐姿呢也可以让你去长途的乘坐，你并不会去感觉到有很强那种疲惫感，或者一上来就感觉坐的不舒服，而且也很贴心的。后排也是60瓦的一个 C 口，再加一个 A 口，然后这里是给你配了个屏幕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多媒体啊、空调啊等等一些基础的东西，你可以去操控。然后它也是配有一个全景天幕啊。现在呢，它在一个最暗的状态，如果说太阳比较大的话，那就在这样一个状态下，它不会特别的晒。那当然，如果你都去318了，对吗？你要看蓝天白云，对吗？嗨，蓝图，来了，把天幕调亮，设为1级透光率了。它这个天幕的透光率的调整速度巨快。把天幕调亮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看外面的世界，看蓝天白云，整个车厢的一个通透感更好一些。那好了啊，时至今日，如果说让屏幕前的你们去选择一台车去自驾318，你们会去选择一台传统大排量的燃油车，还是去选择新能源的电车，还是去选择插混，还是去选择增程呢？其实我觉得理论上呢是没有最佳的一个方案的啊，只有你自己去选择你想要怎么样的旅行。有的人他一定要开着豪车去，有的人他可以开一个1万块的小破车去。旅行呢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只要自己开心就行。毕竟呢，青春是没有售价的啊，自驾呢就可以直达拉萨。